2003年年底 ，Netflix 上線了《幽遊白書》的真人劇集，不知大家是否有看這部大型真人 cosplay 劇？原作是富樫義博從1990年開始連載的漫畫《幽遊白書》，1992年被制作成電視動畫，迅速收穫了超高人氣。既然有人氣，自然就少不了改編遊戲。本期我們就來聊聊 AMD 上的經典名作《幽遊白書：魔牆統一戰》。本作是以富樫義博的人氣漫畫為基礎而制作的對戰格鬥遊戲，由開發過《銀河跨箱手》的 Treasure 負責制作，支援最多4名玩家同屏對戰，被視為多人對戰格鬥遊戲的開山作品之一，也為後來的《守護者列傳》和 Bleach DS 等遊戲奠定了基礎。本作發售於 Mega Drive 末期的1994年9月30日。相比同年1月發售的《幽遊白書外傳》，無論在遊戲類型選擇上還是音畫表現上，《魔牆統一戰》都要優秀得多。當時格鬥遊戲正處於黃金時期，儘管發售在相較 SFC 在日本市場佔有率較少的 MD 上，卻並沒有影響 Treasure 的制作態度，而是將其打造成一款高素質作品。同期 Namco 在 SFC 上推出的《幽遊白書2：格鬥之章》反倒顯得有些平庸。本作使用了24兆的大容量 ROM， 因為是以動畫版進行的遊戲化，所以角色動作由特別邀請的專業動畫師繪制，保證了角色動態的細膩流暢。但也因為動畫師在繪制時沒有考慮到容量的限制，如何在有限的容量內收納這些動作，成為困擾制作組組長HANG的一大難題。這可能也是遊戲中角色尺寸較小的原因之一。儘管 MD 可用顏色數不及 SSC， 但通過 Treasure 的合理配色，較好地還原了動畫版的角色形象。遊戲中角色換線時，通過軟件實現了角色模擬縮小的畫面效果，幾乎不會讓玩家產生違和感。本作可操作的角色有浦飯幽助、桑原和真、造馬、飛影、幻海、宙、震、狐與吕兄、狐與呂弟、樹和仙水。總計11名角色，雖然現在看來可選人物較少，但在遊戲內容上卻毫不遜色。音樂方面，除了2首來自動畫版的曲目外，其餘都是原創曲目，在契合原作氛圍的基礎上，還透露着 Treasure 特有的曲風。同期還推出過本作的音樂 CD， 由於是 MD 平台，語音表現一般，聽起來都略顯沙啞。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浦飯幽助獲勝時，裁判會大喊，總會把這裡的浦飯聽成老百姓，不知大家在兒時有沒有過類似的空耳？即便如此，遊戲依然啟用了動畫版的原班聲優。當角色發動必殺時，聽到與動畫版相同聲音的11區玩家，想必會非常感動。然而，本作沒有故事模式，對於特別喜歡原作劇情的玩家來說，這點比較遺憾。作為一款格鬥遊戲，《魔牆統一戰》在保留格鬥遊戲基本要素的同時，還加入了許多極具特色的設計。首先，遊戲支援4人同時對戰，這在當時的格鬥遊戲中非常少見。此外，它還引入了雙線制，玩家可以根據戰況任意移動到不同的線上。為了防止玩家專注於逃跑而影響遊戲節奏，移動到沒有敵人的線上時，角色移動速度會變慢，而且在換線時無法進行攻擊。可能是出於多人對戰的考慮，防禦被設計成單獨的按鍵，另外2個按鍵用於輕重攻擊。結合簡單的方向指令輸入，可衍生出豐富多彩的招式和動作。遊戲中還有相殺、前衝、擊退、2段跳等要素，提升了節奏與爽快感。類似於龍虎之拳，本作的必殺技需要消耗靈力來發動，靈力不足時可以通過長按攻擊鍵恢復。另外還可以通過連擊來補充。此外，挑釁布置流於表面，發動後會減少對手的靈力。部分遠程必殺技可以在輸入指令後持續按鍵蓄力，蓄力後背力、判定和相杀時級別都會提高，可以通過防禦來取消，並且之後可以在已蓄力的狀態下發射或繼續蓄力。最大狀態下，判定範圍甚至比角色還大。通過吸收成功案例的特性，進行合理的結合與拓展，讓本作在那個各大廠商紛紛涉足格鬥遊戲的年代，顯得獨樹一幟。例如中式連續技、
連技術顯示等要素也是现代格鬥遊戲的標配。由於操作簡單，易於上手，即便是初學者，稍加練習就可以參與戰鬥。其中，費勇的必殺技降丸炎殺黑龍波可以被自己吸收並提高傷害，這類對原作的還原也讓玩家津津樂道。有趣的是，巴西遊戲商 Tectoy 於1999年代裡發行了本作的巴西版。可以看出，巴西版只是對文字進行了本地化，語音等方面完全繼承日版。不過部分角色名稱被更改，比如灰羽吕兄弟，而本作除了日版就只有巴西版，並沒有發行美版，可能是因為當時幽遊白書在美國還並不知名。儘管是一款如此出色的作品，但當時發米通對本作的評價分數非常低。好在多年後，外界對本作的素質有了新的認知，發米通也對當年的低分評價表達了歉意。由於發行年份和媒體評價等原因，本作的發行量較少，如今重獲口碑，二手遊戲的價格也水漲船高。對於這遲到了近30年的好評，不禁令人感嘆，也替當年的開發團隊稍感惋惜。其實，本作最初是作為一款原創多人對戰格鬥遊戲《仙術合同 Axiom》進行開發的，但由於世嘉的提議，最終演變成了幽遊白書的漫改格鬥遊戲。負責仙術合同開發的是前文提到過的 Han， 同時他也是 Treasure 公司多款遊戲的人設畫師。在其個人發行的同人誌《洛書帳》中，他放出過仙術合同 Axiom 的人物設計稿和設計思路，還在書中大吐苦水。裡面還提到，本來銀河快槍手之後的計劃是開發一款橫版卷軸的動作遊戲，結果收到命令將戰鬥部分獨立出來，以此制作成幽遊白書的格鬥遊戲。從設計草圖可以看出，菊地車彥為本作傾注了大量心血，設計了許多特色鮮明的角色。例如，其中名為米歐的少女，在設計時，他想到當時的格鬥遊戲中還沒有出現過蘿莉角色。可不久後，他發現噬魂中出現的娜可露露，本以為是自己的創意，結果卻已經出現在其他廠商的遊戲中。更巧的是，這個角色的動作也在後來發現與噬魂中的服務半藏類似。這種創意上的撞車，對設計師來說應該是相當痛苦的事情吧。透過菊地車彥的設計草圖，我們還能發現他筆下的女性角色在服飾設計上肌膚的露出度都很低。他表示過自己不太喜歡衣着暴露的女性角色。雖然仙術合同 Axiom 最終胎死腹中，但其理念和要素也成了日後守護者列傳的原型。如今的 Treasure 給人的印象多是炒冷飯的遊戲商，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樣对其一直吃老本的行為颇有不滿，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還能看到他們的新作品或老 IP 的續作問世，成為人們能夠挖掘出驚喜的寶藏。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打開小鈴鐺。我們下支影片再見。